喝杯水。好，谢谢。这位大哥，一会儿听完我说的话，您先别太激动，有什么不爱听的，别往心里去啊，也别什么都不往心里去。您没心脏病之类的吧？哎，那就好。我被辞退了。那个公司会补发给您3个月的工资，另外您想换工作的话，还会给您开一份非常漂亮的推荐信，您看行吗？我这就办手续。哎，这位大哥，这些解释都没有意义，我只想知道，为什么眼看就要签约了，对方会突然反悔？是不是你们没有处理好跟对方的关系？行了，不要再说了，我不管是什么原因。总之，尽快解决这个问题，否则你们就别从青岛回来了。就这样吧，挂了。虽然我不是很介意太太在工作的时间来找自己的丈夫，不过看起来并不是我所期待的那种私事。总裁，这位是我今天约见的员工，我了解了一下，他们家的生活实在是太困难了，公司能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？不可能，孟初夏，这是公司的制度。他以前是一个挺有人脉的销售，只是这半年实在是太不走运了，孩子惹了官司，自己又生了病，手头上的经销商又全都被别人撬走了，这才影响了销售。能否留在沈氏，取决于他能给公司创造多大的利益，而不是他有多少困难，懂吗？你有没有想过，这对其他的员工是否公平？他目前的状况，就算留下了，还能不能胜任以后的工作？销售东奔西跑，压力太大了，他自己也知道承受不了。可是我发现他性格特别的沉稳，温和又大度，可以去做客服吗？总裁，你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吧。总裁，孟初夏，这里是公司，不是让你爱心泛滥的地方。不用再考虑了，我的答案就是不行。可是你不让他试一试，又怎么知道他不行呢？而且有了这得来不易的第2次机会，他肯定比其他的员工更努力、更认真。沈总，沈太，其他的员工都知道他的困难，大家都是能理解的。孟初夏，这些说好听一点叫希望，难听点就是幻想。将来出了问题，是你负责还是他负责？哟，看来我们新进的沈太太并没有享受到特殊照顾。本来我以为我们的儿媳妇走后门又回到了沈家，一定会恃宠而骄。现在看起来，我儿子并未因为你而有所改变，哼，我放心不少。董事长，你应该叫妈妈。你都多久没有这么叫我？孟小姐这么称呼，我承受不了。董事长，如果能有别的选择，我也不会再回到沈氏工作。不过请您放心，我跟总裁早已经达成共识，在沈氏工作的时候，我就是一名普通的小职员，我会靠我自己个人的努力得到应有的报酬。您放心吧。孟小姐，你利用了我们母子之间的敌意，而谋得沈太太这金光灿烂的金环，还在这儿装什么自强、清高？你不觉得有点可笑吗？什么叫利用敌意？沈然，这2天我也冷静地想一想，如果当初我不是那么极力的反对，相信你们俩也不会那么快结婚。出于对你跟对沈氏的保护，我没做出任何过激的事情，也算是一个母亲对儿子的一种宽容，不是吗？你可以换种角度分析一下，就算是你想随便的把一个女人放在家里做太太，
这个女人，她有资格吗？董事长，如果您听别人说了什么，或者刚才我对她的态度让您产生了什么错觉的话，恐怕要让您失望了。我跟妻子是真心相爱的，即便刚才对她语气硬了些，也是出于对她在工作上的尊重。实际上，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，只要是她提出的要求，我都会慎重考虑。初夏，刚才你求我的事，我答应了。前2天我已经跟您说过了，个人的私事，原谅我实在没时间与别人分享。如果您没有公事要谈，那么我跟太太先走了。看到了吧，我的母亲不会轻易承认这段婚姻，你恐怕要陪我演很久了。董事长也是为了你好。他都已经把你说的那么难堪了，你竟然还在替他说话。董事长，以前是因为对我有误会，所以才又是责骂又是收买的。可是那个时候我真的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我当然会生气。那现在我属于跟你一起合起伙来骗人，让一个长辈伤心难过，心里觉得过意不去。如果你知道他曾经做过什么，就不会有这种忧虑了。放心吧，董事长一手把沈氏从寂寂无闻的小品牌发扬光大，心脏强大得很。他可能会难过，但难过的是他儿子的人生不再由他来掌控了。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，母子之间也能闹得这么僵？其他的事你别管，也不要心存什么愧疚，就当是为了曾经的那个女人出口气吧。那个，刚才你答应过的事情，还算数吗？让他明天去找客服部的总监报道。真的吗？你绝对是我见过最帅、最有爱心的总裁，谢谢你。不过这种情况，我不希望再发生了。是此次下本里，这个情况比较特殊。虽然他在外联上的成绩不是特别好，但是他平时的业余爱好是电脑程序。这种人不留在公司的网络部门，可惜了呀。总裁，你别看他长得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，他可是美术学院毕业的，可以去公司的宣传部门试一下，可以吗？总裁，他算账的确不行，可是你看她长得这么漂亮，好好培养一下，一定是一个特别好的公关，可以吗？真的是最后一次了。孟初夏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申诉中心主任，还是农贸市场管理员？这2天往我面前带了多少人，你数过没有？看来你不太适合现在的工作岗位，明天开始去龙潭诺餐厅上班。可是，没有可是。你的职责是按照公司规章制度办事，不是利用沈太太的身份解救众生。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利用什么沈太的身份。带到你面前的这些人，也的确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。到此为止，明天去餐厅报道。最近的确是我越界了，不过我真的只是想跟你商量，最终说了算的还是你。就好像我的生活一样，最终还是由你来决定。没有别的事的话，我先走了，总裁。我好像来的不是时候。怎么会？咱们约好了吗？
再给你3个月的时间，考核通过了才能留下。谢谢总裁，谢谢。让你见笑了自己员工的麻烦。你跟初夏还好吗？上次刚刚跟你谈过，今天就看到这个场面，实在是不让我放心啊。一点小矛盾，工作范畴之内。这算是在监视朋友的婚姻吗？叫监督更合适。我既关注初夏和你结婚后过得好不好，又同时是你们的朋友，不冲突吧？怎么，你会紧张吗？欢迎监督。关于新口味咖啡的广告问题，你提的建议我考虑过了。从美国运的东西到了吗？小姐，今天上午刚到，放客厅了。晚饭不用准备了，我不在家吃。是，小姐。学长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跟沈安约了谈工作，上车吧，送你回家。不用了，我坐公车回去就可以了。也好，那我把车放下，陪你一起坐公车。看来你还是害怕闹绯闻啊，沈太。学长，你就别再开我玩笑了。其实我今天来的时候，正好看到你和沈安在吵架。今天是我的错，可能最近跟沈安熟了一些，所以一时之间头脑发昏，忘了自己的位置。你是他的妻子，有什么意见去找他沟通，这是最正常不过的事，怎么能用头脑发昏这个词呢？初夏，那天陪菲菲的时候，我说的话不是客气。虽然你现在已经结婚了，我还是愿意做那个陪在你身边的朋友。当然，如果沈安不介意的话。他怎么可能会介意呢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学长你能这么想，我真的特别开心。最近的确是我越界了，不过我真的只是想跟你商量，最终说了算的还是你。就好像我的生活一样，最终还是由你来决定。谢谢。初夏，如果现在有什么事情是你自己不愿意做，又或者是沈安强迫你做的，我可以去跟他谈谈。啊？说实话，你们这场突如其来的婚姻，我一直不理解。但如果其中有什么隐情的话，你不妨说说。很多时候，这个世界上并非只有一条路可以走。学长，你太多虑了。沈安他不是坏人，我也没有那么好欺负。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选择。没错，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，是我想都没想过。生活也好像脱离了原先的轨迹，但人生不就是这样吗？换了个工作，遇到了真命天子，晚了5分钟，结果发生了不幸的车祸。任何一个选择都有可能改变你人生的轨迹。的确，这场婚姻把很多东西都给打乱了，越来越多的人牵扯进来，
跟我有关的，跟我无关的，的确让我有一点措手不及。可这么多的生活经验告诉我，混乱总会过去的，生活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平静。所以泰迪学长，你就千万别再卷进来了，就让我一个人一点一点把生活整理好，好吗？好。无论你做什么事情，我都会无条件的支持你。不过下次如果你遇到什么困难、无助的时候，记得给我打电话，我一定会出现在你需要我在的地方。谢谢。我回来了。啊，加班开会真累人。哦，正好赶上吃饭，我去洗手。不好意思啊，这饭桌上呢就只够我们2个人吃的，多一粒米都没有啊。你不是说好了吗？在这个屋檐下生活要有界限。我以为你托我照顾梦想之后就不好意思再提界限这个词了，看来我还是低估了某些人脸皮的厚度。得了吧你，前几天你把梦想怎么着了还不一定呢。你看把孩子吓得都听话了。孟初夏，承认吧，你这是在公报私仇，你纯粹是在发泄白天在公司所遇到的不满。有问题吗？在公司里你是老大，在这儿嘛，我是老大。再说了，没有人有义务做好饭等你回家吃饭，好吗？去吧。我去开。别！你去开就怎么回事啊？万一是熟人呢？孟初夏，你的逻辑太奇怪了。我是一个丈夫的身份住在这儿，又不是来偷情的。沈哥哥，嫂子，哎，你好。哎呀，嫂子，你们家好温馨啊！你把东西放下，回去吧。你就是小梦想吧？你是？啊，我是沈哥哥的朋友，我叫乔佳颖，你可以叫我佳颖姐姐。照他这么说，你得叫我阿姨。从长相上来说，叫你阿姨很合适。乔阿姨好。真有礼貌。佳颖，你坐，我去给你拿点水。啊，不用，嫂子，你们结婚我都没来，本来应该早点来拜访的，可是我这几天太忙了，这不今天刚抽出时间来，我给你们送新婚贺礼来了。哎呦，你还准备礼物，太客气了吧？来，沈哥哥，沈哥哥，你还记得吗？这幅画是悉尼一个油画大师送给我们的，你以前不是特别喜欢吗？哇，这太漂亮了！这是你们2个？对，是我们。嫂子，我知道在你们的婚房放我的画像好像不太合适，不过艺术跟照片还是有区别的，重要的还是画面上的美感，你说是不是？是。而且沈哥哥以前最喜欢这幅画了，以前跟我说过好几次想托人从美国带回来，所以这回我就自作主张托人从美国带回来了。嫂子，你不会太介意吧？当然不会，多好看呀！你看，我接着拿过去啊。哦，对了，我为你们带吃的了。我们已经吃过了。没关系，那就当夜宵吧。沈哥哥每个星期都要吃的，不然就会不舒服，对吧，沈哥哥？哦，对了，沈哥哥，我把你的真丝被也带来了。沈哥哥，你不是说不盖着它睡觉的话会做噩梦吗？啊，嗨，沈大公子，这2天睡我们家的棉被没有割伤您娇嫩的肌肤吧？啊。
有道题没听懂，可以教教我吗？好啊，在这个家里，你的要求是第一位的。佳颖，不管他们，我陪你去。妈，我要喝营养莲子汤。现在，看来小梦想不太喜欢我在这里。不能，他最近中考脾气不是很好。你是客人，想待多久待多久。小孩的话别往心里去啊。不会的，嫂子，怎么会呢？谁会跟这么可爱的小朋友一般计较啊？而且我小时候脾气比他还大呢，是不是沈哥哥？因为他老往我学校跑。我喝口水。哎呦！我是不小心的啊。孩子，怎么这么不小心呢你？佳颖，我又不是故意的，这右边会左脚绊了一下。不是故意的，怎么踩得这么巧啊？这不正好说明我不是故意的吗？快跟你家雅安道歉，快点。对不起啊，乔阿姨，我不要把你的礼物弄坏了。不过我看你长得这么漂亮，心地一定很善良，不会在意的，对吧？这孩子说话怪里怪气的，对不起啊，佳颖。你乔阿姨当然不会在意，对吧，小影子？没事啊。